OK，你去这个 Byredo 点阅率非常的高了哦。怀，那这支对，介绍哪支呢？怀旧初香，他们本来是先出蜡烛的，我知道怀旧书香一开始先蜡烛，然后受欢迎之后才开始出香水。哦，好像是我有这个印象。嗯，对，那他一开始是要塑造怎么样？书店的感觉吗？还是书局的感觉？图书馆的氛围。哦，图书馆，那这问我就很熟了啊，对不对？你可以在看书的时候旁边点一个蜡烛这样子。对，那应该被图书馆赶出去了。就在家里看书的时候啦，可是不是在图书馆里。它怀旧是那种旧的那种图书馆的氛围，就是木头啊，或是书以前的书，如果精致一点，不是还有皮革边，那是什么？精装版精装，对哦，对对，好，所以它是要待会再来闻一下香味，看有没有真的像它讲的那个氛围。然后书旧了之后还会泛黄，还有斑点，对不对？对啊，还有那个书虫嘛，对不对？你们知道吗？我知道。对，是台湾啊，你看国外比较干燥，应该没有那么多虫。说的也是，我觉得国外扁扁的那个吗？扁扁那个就是潮湿就会出现。对对对。哦，你说扁哦，那个真的很讨厌哎。对。好，没关系。这个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厨师的书了，他说有4种生物出现的话。那大概就是你这边太潮湿了，对，然后体内除湿跟体外除湿，对，那这个我们之后的片再分享的啦，再跟我们讲一下，对，那我们需要除湿一下，我好像有看到那个扁扁的那对，个，其实台湾到很多地方都有了，对啊，你只要有木头柜就会出现。哦 ，OK，我们要来怀旧，有之前我们要来闻一下吗？我们直播的时候有闻呐。所以我有印象。其实我是真的之前有闻过，但是忘记了，他也没有留下记录过。对，直播有闻。然后你刚刚讲到那个精装版那个，我就完全想起来了，就是这种味道。所以真的就精装版的就对了。我们来打开。好哦，那试试看。简约的包装。对。这牌子最近很红呢哦。因为它最近整个红起来。有话题呀。他有换那个集团，他可能要换人经营。换人经营，他现在是西班牙的普伊格集团收了，是不是？就跟 Byredo 是，不是潘海利根是同一家？好像是最后落在敲板定案是这个。哦，对，一开始以为是 Oria Guess 跟这个集团，是 Guess 集团吗 ？Gap 集团跟这个集团2个在抢。哦，好，那这个大人的事了哈。对，我们负责闻香水就好了。我们还是对，这是国外的事情。好，你看磁吸式的，对不对？好，我很忙，还要顺便按一下开门，对不对？好，来试试看。香水的颜色好特别。对啊，好，试一下，觉得赞。看看有没有怀旧的感觉。对。那琥珀嘛，我倒是一开始就闻到类似蜡烛的氛围。这个是不是有琥珀？他们说有那种蜂蜡的感觉，跟我去闻到一点香甜的味道。开始木头出来了。我其实有发现皮革穿透过来。但前面甜甜的。对。有哦，我现在大概翻开精装版的第1页了。很像你要去这个老旧的木头书柜里面把一本尘封已久的书给它拿下来那感觉。然后甚至还有灰尘有点洒落下来。有呢，越来越强哦。它那个干燥木头的味道越来越浓哦。它那个蜡烛甜甜的感觉。它是，我本来以为它是用焦糖或香草。对。它前面有水果香哎。哦，是哦。对，香甜的皮革木质香。它前面其实是桃子跟李子哎。
你有查了一下香料表吗？香是真的哈 ，OK。它前面是桃子跟有点香甜的感觉，中间是花香。我来看一下。香料很小的。没关系。对啊，所以它一开始感觉不会太厚重，就是我觉得还是有带一点果香跟花香的感觉，然后后面才有把那个皮革木质香再慢慢出来。我觉得它一开始喷出来，我觉得真的有那个，它毕竟它之前一开始是蜡烛，就是有那个蜡烛的氛围。对，就是好像你点蜡烛，然后那个整个屋子里的那个氛围，蛮好闻的。有哦。他说是怀旧的图书馆，我怎么觉得还是比较高级的？可能我们的图书馆都没有那么旧，没有，我觉得我们没有那么高级，没有那么欧洲的图书馆可能比较高级。他们可能图书馆的历史也比较久了啦，他们都几百年了嘛，对不对？但我们的图书馆一直在翻新嘛，对，所以可能闻不到像它这么样怀旧的，这个老木柜的味道啦，对。不是因为它很精致，我想到我都会是那种，譬如说我们在店里面看到他家里头自己有很多藏书的那种比较高级的书柜，是，然后也是木头柜啦，对，对。你知道他们那个图书馆的收藏很高，他们还要架这个梯子这样爬上去，对不对？对啊，对。然后去把一本书拿下来，那我现在其实闻到有一点点，就是你在看书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烫金色的这个烫金的字，有没有？那种感觉。因为我闻到一些金属的味道在里面。很像那个书这个刻字是金箔的感觉。好，那换你们讲讲看，Cindy，你先说一下，你现在怀旧书香在你身上是什么样的味道？我觉得它有点香甜的木质香，然后如果不讲它是怀旧书香，我想先把它抽离到这个环境，我觉得也很适合，就是那种咖啡厅啊的那种下午的氛围，因为带一点香甜感，好像又有点下午茶的感觉。对，我也是觉得有下午茶的感觉。对，就是先不讲它的那个怀旧书香的感觉的话，如果不把它的主题讲出来，调香概念讲出来，它真的，然后有一点点温暖，然后一点点就是放松的那种味道在里面。对对。OK， 那学姐嘞？有点轻轻的美食香调，就是因为它不是那种很甜，它是轻微的甜。对。然后因为它是想要营造蜡烛的氛围，所以你会觉得有点温暖度。所以其实如果撇开它调香的主题，真的你会觉得你很像在喝一杯热的花茶，配一个甜甜的糕点，就是有下午茶的氛围。对。有。我现在如果先放下怀旧书香这4个字的话，我觉得还是在靠近火炉边。那但是一样是木造的，然后一样是跟书本是有关的，它没有偏离太远。是，就是那个木头香跟那种皮革的感觉还是有啊，是吧？蛮明显的。那事实上以白瑞朵来说，这一支的味道算是比较强的，对不对？以他们家的风格来说，这一支算是比较显香的。是啊。但是它在木质香里面又是带比较轻感的，就是因为又带前面的那种花果香的感觉，就是让你觉得是不会太厚重的那种皮革感。是，我蛮意外，它会一开始是用果香调来带这一支出来。对，但它不是像百香果或凤梨那种那么清甜的果香，它是比较带一点那种腌制感的那一种腌制感的果香。带着蜜饯去图书馆耗一天就对了，这应该是你们以前读书常干的事。我觉得他把桃子、李子、紫罗兰、牡丹，然后紫罗兰吧应该会有个刺激嗅觉的，就是那个昨天陈明老师一直在介绍绿叶的那种绿感，他把那个会刺激或是让你嗅觉比较敏感的部分呢，他把它融合的很好，没有又隐藏的很好，所以你不会有那个。譬如说桃子跟李子很酸，它是很酸甜，可是它没有让它到很酸，它只是保留那个
甘生地的哦，感甘生觉，甜的感觉，然后那个紫罗兰绿感，它又没有让它的绿太绿，它就跟对牡丹花融合的很刚好，所以你就会觉得好像一切都刚好融在它要后段要呈现给你那个感觉里面。是，而且我觉得它有一点鲜渣的那种味道在里面。对啊，感觉就因为那个甘生地的，干干的，然后又有点甘草的那对，种。它不是那种会鲜渣在身上让你觉得很讨厌的，它是舒服的哦，嗯，你会觉得这样的香味在身上是耐闻的。是，对，错。那我现在其实还是比较有一点木造跟金属的感觉在里面，哦，那假如说怀旧书香这一支的话，你们会用在什么样的场合？学姐，你会建议使用在什么样的场合？那什么样的穿着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开始想到那种公主式的小洋装，真的啊，对，用在场合哦，我其实会觉得跟姐妹去逛街喝下午茶很适合，自己一个人去逛书店也很适合。哦，OK，好，对，逛书店，好。那 Cindy 呢？你会怎么样穿？怎么样？什么样的场合用这个？这支哦，这支其实感觉还蛮实穿的，只是不会在非常炎热的夏天喷我啦。对，是，我觉得它比较没有那么轻到就是适合热天的时候喷。但其他时间我觉得都很 OK， 任何场所都可以。OK，对，然后它不会太起，就是太重太。影响别人的味道，对，不管是逛街啊，说书店或是图书馆，我觉得是都可以，对，它是我觉得它也不会到说旁边就散发过来就非常重的味道，是，它虽然是巴瑞朵里面稍重一点点，但还不到就是扩香到很打扰人家的感觉，它不会扩到打扰人家，只是说它在它的系列里面算显象的，OK， 尤其是丰盛。那我现在的对啊，好亮现在的视觉画面应该是壁炉旁边啦然后一样在这个火光底下看书。那但是我闻到这个金属的味道，就很像是我的茶具是属于金属类的，对，欧式的那种下午茶具。我比较偏黄昏的时候了，对，那天气外面有一点冷冷的感觉，对，就是有点温暖的感觉。对，因为事实上这一支香水的味道它是比较偏暖的，对，那如果你夏天你可能会觉得好像不是很搭，但是如果进了微凉的秋冬的时候，那就开始你会感觉到它的美妙了。对，我觉得晚上蛮适合的，是晚上适合。对。OK， 好，那我们前调先到这边，待会回来再看它书读到哪里去了，是不是读到卡恰边阿基这样，好不好？待会见。OK， 拜拜。好，拜拜。怀旧书香回来。好，怀旧书香，我的皮革整个出来了。对啊。我现在书大概读到最后一页，就是要睡了吗？没有，这个中间全部都碎了，只翻开了那个页首跟页尾，中间去梦游了。好，说一下后段。呀，我现在是精装版读到最后一页，那个硬壳的感觉。那很多精装版的这个四个角落是不是都有点金属？对不对？我觉得有这个味道。好，我的身上现在是皮革感还蛮明显的，就是它那个你说如果是书的感觉的话，它就是那个上面绑的那个皮革，皮绳哦，绑封书的那个，对，皮绳。以前串那个叶不是串的那个，是用他们也是用皮革啊去做的。对，然后就带一点旧的那种木头的香味，还是很舒服。但是刚前面那个果香的感觉就在褪去大概50%了，还是在，还是蛮舒服的。皮革比较多一点，那木呢？木头呢？也有，就一般。OK，皮革跟木就对了。对，
那学姐现在，我现在脑中有2个画面，一个是现代，一个是那个古代。就是比较旧式欧洲的氛围的话，就是泡一杯带榛果香的咖啡，坐在火炉旁边，翻着精致的书在看书。因为皮革味道出来了，可是它前面那个淡淡的果香还是在。然后另外一个现代的就比较像是一个穿着皮衣皮裙的甜美女孩。就是她长得是甜美的，穿越到现代，她穿着但是她穿着是有个性的。对。她的长相是甜美，然后穿的是有个性的。就像读书人都很有自己的想法那种感觉，这样。对。这一支是耐闻的。对。就是你会忍不住一直想闻它，很有气质的味道。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如果它是蜡烛可以卖很好。还蛮放松舒服的味道。对，这个味道。是。那我觉得其实前调到后调，我这里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转变。是。就是除了一开始的果香很早就离开了，对不对？那留下的就是木质调跟带一点点金属感的味道，其实是蛮延续的，延续到现在没有什么。对，它的中后调的味道持续蛮久，就是一开始喷完之后，它很快就走到中后调了哈。对，然后就一直持续这样。对。OK。好，那所以你会把它定调在什么样的调性？带果香的皮革调，带果香的皮革木质调啦，因为它还是木头的味道，有，因为那个暖暖的感觉一直在。带果香的皮革木质调。OK， 带果香的皮革木质调。那Cindy呢？你会给它的什么样的调性？我也是皮革木质调。是皮革木质调。好，那帮我们给一个分数一下好了，让大家知道这个大概落在哪个区间哈。学姐，皮革木质调，0到10。9.2分。9.2。为什么给9.2分？我觉得它很有气质，它其实是很有气质的香味。然后就是整个走起来是优雅带一点气质的感觉。所以觉得喷上它整个人的气质是加分的。是。然后那个舒服的氛围也会让你自己跟接近你的人觉得是舒服的。是。就是这个香味是不让人讨厌的。OK。然后调香师要营造的那个怀旧感也是有的。好。就整体不管它的调香的手法，或是整个穿在身上的感觉。然后对，而且其实是实穿的。因为它不会太过，有的太显香，你可能就要考虑一下你四周围人能不能接受。那我觉得它是显香，但是它又不会扩散到让旁边人觉得不舒服。那实穿是最大啦，实穿，所以可以9.2分。因为其实走到后面现在这个感觉，我会觉得就算是夏天，我会喷它去大稻埕。因为逛那个老街跟看夕阳，我觉得好适合。OK。对啊。学姐讲的是挺有画面。对啊，我就觉得我发现学姐蛮喜欢去看夕阳。没有，大稻埕夕阳很美啊。没别的地方。没有，因为就在附近而已。因为比较方便。比较近的。对。那 Cindy 的这个，你也是木质。对，皮革木质，对，我觉得它蛮适合，就是在下午的时段，然后可能在咖啡厅啊，然后喷这一次，大家会给它8.8分。对。然后它就是一个，它有把那种怀旧感有营造出来，跟一般的皮革，因为我之前闻到的皮革，它都比较就是新的那一种，新车皮革啊，或是说新的那种精品包那种皮革感。然后，但这个是有带那种就是怀旧感在里面的那种皮革，对，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对，好，所以你给他8.8分。是。那换我了。对。那其实换你会给他几分呢？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因为其实前调到后调并没有差的非常的多啦。那但是它的金属感却一直伴随我。所以坦白说，跟书的联想就没有很搭嘎。这反而因为这个金属感一直伴随我，我就觉得有一点困扰呢。很像看书的时候，然后书里面又有金属，那这是什么感觉呢？我刚刚画面一闪过，很像那个荆轲刺秦王的感觉。就是本来在这个书卷里面，结果后来出现刺杀的感觉吗？对。其实坦白说，对我来讲，怀旧书香，我觉得可能要再柔和一点嘛。这个在我身上可能就呈现的没有这么的好。反而你们比较合适，不是你喜欢的那种样子。难得我要给他在对我来说可能只有7.5分。OK。我的现在分数要越来越趋于真实，这样子人家才，因为很多朋友跟我讲说，我最喜欢看你们的影片介绍，因为你们讲的很真实。对，都不是被买通的这种。他们就喜欢听每个人都不一样的，然后去拼凑出它实际上可能是哪个走向的这样子。对，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的价值所在。不能每一支都说好的。很棒这样。那我觉得这一支怀旧书香，可能我对怀旧书香有很高的期盼，但是这金属还是伴随着我。因为你那么喜欢看书，对不对？对，但是可能因为我对它太有期待太高，所以它这样的呈现，我觉得可能有落差感。所以大概7.5分是我的分数。好的。但是不见得我的评语都是正确的。参考啦，每个人身上味道本来就不一样。对，大家可以直接试在身上，比较。因为每个香味不是每一个人都实穿啊。对。找到最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不用每一支都是买明星，可是一定要找到最适合的。对。那待会30秒就不要你拍这支了。我荆轲刺秦王去了，好不好？有到那么书中有匕首。好 ，OK， 好，那我们今天这一支怀旧书香介绍给你，希望你也会喜欢这支，听听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观点。对，有机会可以试试看。好，谢谢你，下回见，拜拜。